男人来找女人理发，可言语中却充满了侵略性。女人明明深感厌恶，但又不敢发作。而当丈夫回来时，男人所说的话更是让女人惊慌失措。这位小妹呀，当年在省城可受欢迎了，很多人排队等她理发。女人身上显然藏着不堪的过往，而她万万想不到，再次见到这个男人，自己竟一步步被逼向深渊地狱。王蓉是一家理发店的老板，但这家理发店十分特别，是开在海边的一条船上，来往的客人大都是附近的渔民。然而这一天，一名特殊客人的到来，却彻底打破了王蓉宁静的生活。客人名叫李长胜，在看到王蓉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脸上便挂着不可名状的笑容。而王蓉自从和李长胜打过照面后，竟开始被噩梦所缠绕。在梦里，她跳着热辣艳舞，沐浴在纸醉金迷之中。而面前这个豪掷千金的男人，俨然就是李长胜。忽然间，王蓉的丈夫出现在她的身旁，央求妻子跟他回家。王蓉家在两个男人之间无法抉择，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王蓉从梦中醒了过来。惊魂未定的王蓉来到海边吹风，她本已下定决心和过去诀别，但李长胜的出现却再度唤醒了她心中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。次日，李长胜不出所料来到了王蓉的理发店，脸上依旧是那副充满深意的笑容。王蓉将助手打发走，打算单独和李长胜谈谈。可李长胜并没有直奔主题，而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并让王蓉给他理发剃须。随着剃须刀在脸上摩擦，李长胜开始有意无意地挑逗着王蓉。剃完胡子，李长胜看着镜中焕然一新的自己，连连称赞着王蓉的好手艺。可王蓉却再也忍不住了，责问李长胜究竟是来做什么的。当年呀，我在你身上也花了不少钱，现在你的小日子过得都挺不错的。原来在开理发店之前，王蓉曾是城里一家夜总会的陪酒女，李长胜则是王蓉的头号客户。后来王蓉迷途知返，嫁给了现任丈夫，并有一个可爱的孩子，生活也渐渐步上正轨。可她万万想不到，多年后竟又遇到了李长胜这个最不愿见到的故人。而李长胜此番来不是为了叙旧，竟是来向王蓉借钱的。王蓉为了赶李长胜离开，二话不说便将5000块钱借给了他，并让他以后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。你手艺这么好，我以后会常来的。此时的王蓉还不知道，李长胜带给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自从李长胜来过后，王蓉的脸上就多了几分愁容，每天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为了躲避李长胜，王蓉请求丈夫带着自己一起出海打鱼。疼爱妻子的丈夫欣然同意，但表示要先做一些准备。可没人能料到，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意外却发生了。这天，王蓉偶遇了曾经在夜总会里的同事玲玲。当年两人共同去城里寻找工作，他们原本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却在阴差阳错下走上了歪路，最终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被抓了进去。出狱后，王蓉决定洗心革面，另谋生路。她劝玲玲跟自己回乡，但玲玲却没有丝毫悔改之心，认为自己如今一无所有，回家只会被人看不起，不如继续沉沦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。于是两个好友就此分道扬镳。时隔多年再见，玲玲仍是孑然一身。她郑重地叮嘱王蓉，过去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口，否则就会和她一样成为整个村子的笑柄。王蓉则深以为然，然而冰冷的现实却给了她一记沉痛的打击。1个月后，李长胜再次来到了王蓉的店里。或许是因为晕船，他咳得十分厉害，但脸上的笑容却没有丝毫变化。李长胜还是和上次一样，一坐下来就开始和王蓉说起了往事。而这回他在来这里之前，还特地去拜访了王蓉的父亲。我很好奇啊，他要是知道了自己女儿的精彩往事，有地方买后悔药啊。王蓉闻言顿时勃然大怒，但又不好发作，只能再次为李长胜理发剃须。而随着泡沫在脸上铺开，一幕幕往事也开始在李长胜的脑海里浮现。李长胜曾经十分喜欢王蓉，常常带着她花天酒地四处潇洒，还在生日这天特地为王蓉准备了生日惊喜。
然而就在两人沉浸在甜蜜中时，一场意外却将两人彻底拆散。王蓉的另一个大客户不满王蓉怠慢了自己，将李长胜痛打了一顿。而在这之后，两人便再无交集。李长胜从回忆中缓过神来，而他这次来的目的还是跟王蓉借钱，可金额却翻了1倍。气急败坏的王蓉正欲拒绝，丈夫却突然回到了家中。王蓉顿时紧张不已，可李长胜却不怀好意的跟王蓉的丈夫打起了招呼：“这位小妹呀，当年在省城可受欢迎了，很多人排队等她。”李长胜的话让王蓉倒吸一口冷气。王蓉的丈夫以为李长胜是在夸赞妻子的手艺，丝毫没有往心里去，还热情地招待李长胜。王蓉十分珍惜和丈夫的静好岁月，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王蓉只能私下里找到李长胜，让他拿了钱立刻消失。可李长胜却不肯放王蓉离开，想和她重谈旧情。王蓉则愤怒厌恶地甩手离开。然而就在他离开后，李长胜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。原来他已身患重病，并欠下了大笔外债。李长胜将从王蓉那里敲诈来的钱交给了债主，但也只能解一时之急。无良的债主甚至以女儿的性命相要挟，逼他还钱。曾经在王蓉面前风光无限的李老板，如今似乎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。李长胜剧烈地咳嗽着，他决定要加快自己的计划。几天后，李长胜就再次来到王蓉的店里。这次王蓉没等他出声，就将准备好的钱拿了出来。李长胜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，他紧抓住王蓉的手不肯放开。王蓉拼命地想要挣脱，可手上却仿佛被抹了胶水一般。怎样才能放手啊？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才会放手。不巧的是，这一幕无意间被助手看到了。她慌忙将这件事告诉了王蓉的丈夫。丈夫得知消息后，顾不得其他，火速赶回了家中，质问王蓉是否背着自己和其他男人有染。他特意去查询了银行账户，发现账上有几万块钱不翼而飞，便认为是王蓉将他辛苦赚来的钱给了情人。王蓉顿时惊慌失语，不知该从哪里开始解释。可就在两人争执之际，助手带来了一个噩耗：王蓉的好友玲玲意外去世了。这让王蓉备受打击。自从在城里和玲玲分道扬镳后，玲玲因为选择了一条不归路，导致自己在村里是臭名远扬。不久前嫁给了村里的一个傻子，她本以为勉强找到了一个归宿，没想到却在一次争吵中惨遭丈夫毒打，而就此丢了性命。而这件事也让王蓉的丈夫看开了很多事，他感叹生命无常。玲玲当年也是为了赚钱而进城，结果不仅误入歧途，名声狼藉，还不得善终。而当初自己的家庭条件那么差，能娶到王蓉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这几年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好，他不再纠结妻子的过往，钱没了也可以再赚，夫妻俩似乎又恢复了平静。然而树欲静，风却不止，一场危机已经悄然来袭。这天，李长胜再次坐上了王蓉的理发椅，并开口向王蓉索要更多的钱。可这次王蓉不仅没有太大情绪波动，反而平静得可怕。他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开始不紧不慢地为李长胜刮胡子。李长胜再次享受着刀片在脸上游走的感觉，全然没有发现王蓉已将刮胡刀伸向了自己的喉咙。李长胜三番几次的骚扰，显然已经让王蓉失去了理智。可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两名陌生男子突然闯了进来，竟是李长胜的债主。他们是来催债的，可当他们看到王蓉姣好的姿色后，却打起了歪主意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几次敲诈王蓉的李长胜，此时却突然挺身而出维护王蓉，不料却被一拳放倒。为首的男人马上拿起掉落在地的剃须刀，将王蓉一步步逼至了角落。眼看王蓉陷入危机之中，李长胜挣脱控制，并奋不顾身地扑向恶徒。可意外却在此时发生了，随着男人猛然挥手，手中的剃须刀也随之划过了李长胜的喉间。李长胜手捂脖子，踉跄几步后跌倒在地，鲜血不断地从李长胜的指尖溢出。对不起。在王蓉的哭喊声中，李长胜慢慢闭上了眼睛。经过警方调查，王蓉和李长胜的死没有直接关系，因此被认定为无罪。杀害李长胜的凶手也已经落网。
至于敲诈勒索的事，由于当事人李长胜已经死亡，无法核实，警方也决定不再追究。王荣本以为这件事就此落下帷幕，可一个令他震惊的真相却在此时浮出了水面。派出所外，一位少女来到了王荣的面前，正是李长胜的女儿。她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封留给王荣的信。说罢便从包里拿出信封，连同一捆包装物交给了王荣。王荣打开了信封，可信中的内容却让他再也无法平静了。王荣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杀死我？我不知道，所以先写下这封遗书。原来这竟是李长胜特意给王荣留下的绝笔信。李长胜虽曾风光一时，却因为欲望膨胀而接连遭遇了公司倒闭和婚姻破裂的不幸，还欠下了巨额高利贷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被查出肺癌晚期，时日无多，于是开始后悔曾经的所作所为。如果人生还能重来一次，他一定会珍惜他的婚姻和家人，不让荒唐的欲望吞噬自己的内心。李长胜心如死水，这世上除了女儿之外，已没有再值得他留恋的东西了。而为了确保女儿能更好地生存下去，他必须为女儿留下一笔钱。为此，李长胜买了很多意外伤亡保险，也试过一些方法，但都无法确定能否得到保险金。直到他再次遇见王荣，一个计划就在他脑海里浮现，想通过敲诈的方式把王荣逼得走投无路，或许意外就会发生，由王荣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这是李长胜最后的愿望。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不已，并将迄今为止敲诈的钱如数奉还。王荣读完信后唏嘘不已，最终他将信纸撕成一片片碎屑，让它们随着海风飘向空中。往事就如同这些纸片一样随风而去。王荣亲手埋葬了他与李长胜的过去，和丈夫继续在海中飘荡着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